好，前面一个部分呢，我们讲的是 z 转换，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这个 z 转换里面的零点，好，跟极点。那跟这个，我们在这个系统里面哦，我们现在知道有3个 domain， 一个是时间轴，我们就称为时间的 domain，time domain， 我们就称为 impulse response。我们有 z domain， 然后呢，我们也会有这个频率响应，也就是 frequency domain 的这3个部分。那我们希望能够在这3个 domain 里面呢，自由的兑换。那我们之前一直学的是说，我如何分析一个系统，比如说3点平均法的这个系统呢，它的这个频率响应是多少？啊，一个3点平均系统，它的频率响应是什么？那如果今天我们反过来呢，我们的问题变成是说，假设我们有一个例子，假设第一个，我希望你设计一个设计一个 low pass filter，low pass filter， 然后呢，它是 FIR， 然后呢，希望呢你能够找到 BK。第一个，我希望你设计一个 low pass filter， 然后呢，找出它的系数。第二个呢，这个 filter 呢，必须能够完整的reject completely， 我们能够完整的过滤掉 0.7 拍、0.8 拍、0.9 拍。我们能够完整的过滤掉这3个数位频率的成分。好，在数位频率里面，我希望能够完整的过滤掉 0.7 拍、0.8 拍跟 0.9 拍的这些旋波。你如何设计一个 FIR filter 能够达成这样的要件？好，那第3个 filter 应该要有多长？或者是说简单一点，你必须要多少个 BK？ 我的问题就在于说，我现在改成是设计的问题了。我希望我能够达成一个功能，你如何设计一个 FIR filter 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好，那我们呢要应用到的呢就是 Z 的 domain 的多项式，好 Z domain 的这个 polynomial。好，用这个东西呢来当做工具，好，来完成这样的一个计算。那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先来看看，在 Z domain 里面哦，有2个很重要的一个特性哦。叫做零点跟极点。那我们再回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要如何来达成。首先，零点是什么？好，我要算一个这个系统的这个 h of z 它的零点是什么？零点呢？好，第一个是零点。零点的定义就是说，有一个 z 好，使得什么 hz 会等于0。有一个 z， 这个 z 呢，它会使 h of z 等于0，这个点呢就叫做零点。比如说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如果我的 hz 它是等于1减 z 的负1。假设我的一个系统的这个它的 z 的多项式呢是1减 z 的负1。那
它的零点在哪边？好，基本上你就是令1减 z 负1等于0，然后呢，z 呢就等于1，也就是说这个系统啊，它有一个零点 zeros， 好 at z 等于1，在1这个地方有零点的存在。好 ，z 等于1的这个地方呢，它有零点的存在，这是第一个。好，接下来再练习下一个问题啊，一样，啊，找出 z 的零点。我有一个系统 h of z， 它呢是一个 z 的多项式嘛，它有1减掉2z 负1，加上2z 负2减 z 的负3。那现在要你去帮我找出，请问这一个多项这个 z 的 polynomial 呢，它的零点在哪边？好，这个系统方程式呢，它的零点在哪边？那你基本上就是令它等于0，好，令 hz 等于0，也就是说，你的 hz 呢，你要把这一个方程式的解的根找出来，找出它的根出来。那这个方程式那当然是已经把它弄得比较简单哦，它可以化简成1减掉 z 的负1，再乘上这个1减 z 的负1次方加 z 的负2。好，这个问题呢，这个多项式它可以分解成这两个式子。好，可以分解成这两个式子。那你要求这一个式子的零点，你就令它等于0。也就是说，这个系统的根啊，它有 z 等于1，还有这个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你令这个式子等于0嘛。好，你令这个1减 z 负1加 z 负2等于0。好，我写在旁边哦，就是1减 z 负1加 z 负2等于0。那简单一点，你就把它全部都乘以 z 的平方 ，z 平方减 z 加1等于0。那 z 呢？好，就等于2a 嘛，对不对？2a 分之负 b，2a 分之负 b 就是1，加减根号 b 平方1减 4ac 减4，对，它就等于1/2加减，这边有一个根号负3嘛，就是 j 的，好，根号3除以2，好，所以你这里有另外一个根呢，就是1/2加减 j 的2/根号3。那事实上，1/2加减 j 的2/根号3呢，你如果把它画在 z domain 上面，好，你把它画在 z domain 上面，你的实部有1/2，然后呢，你的虚部呢有2/根号3。那这个角度是几度？2/根号3的对面嘛，对，这边是2/根号3，所以这边有一个角度，就是3/π。所以这个 z 呢，好，你可以写成1加减1/2
好，那好1/2加减 j 2/根号3，那你也可以画成这个极坐标系统嘛，就是1，然后呢这个是 exponential， 那这个长度是这个长度是1嘛，所以就是就 j 的2分。好，所以这一个式子呢，它其实有3个零点。好，这式子其实有3个零点，分别在1，然后呢 exponential j 3/π跟 exponential 负 j 3/π这3个位置。那这3个就是零点。那如果我们把这3个零点画在复数平面上面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刚才讲说我们有3个根嘛，3个零点嘛 ，z 有1，还有是 exponential j 3/π，exponential 负 j 3/π。那么3个零点，我们如果要将零点画在我们的 z 的 polynomial、z 的多项式上面的话，好，那在这个复数平面上面呢，3个零点，我们就把它画成圈圈。1就是这里，这里是1。exponential j 3/π就是在这个单位圆上面，好，那它的角度呢是3/π，也就是这边对下来是1/2嘛，对不对？这边对下来是1/2，对，它是对到0.5的位置。好，这个地方呢是3/π。那一样，这边也是。这个地方呢也是3/π，对不对？我有3个零点，我把它画出来。这个是 exponential j 3/π，这个地方呢是 exponential 负 j 3/π。好，所以我们可以把零点画在我们的复数平面上。这第一个，找出系统的零点。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是找出系统的极点。好，同样刚才那个问题。pole 我们找出系统的极点在哪里？那零点呢，是让我们的 hz 变成0，极点呢，就是让我们的 hz 变成趋近于无穷大，那个地方就叫做极点。所以极点呢，就是 find z， 好，找出一个 z， 使得呢 where h of z 趋近于无穷大，好，使得 h of z 呢，它会趋近于无穷大的这个点呢，就叫做极点，好，我们称为 pose。那以刚才这个例子 ，h of z 它等于1减2z 负1加上2z 负2减 z 负3。这个式子哦，事实上你应该可以把它写成分子跟分母呢，好，同时乘以 z 的3次方，也就是 z 的3次方，然后呢，这边变成 z 的3次方减2z 2次方，好，然后呢加上2z 减1，
重点在这一个，有哪些点会让我们的系统，好，有哪些点呢会让我们的系统呢趋近于无穷大？好，就是当 z 等于0的时候，会让我们的系统趋近于无穷大。所以我们有3个 pole， 好，3个 pole， 这个好，3个0点，然后呢3个极点。那极点呢，我们在这个复数平面的表示法，0点呢，我们是画一个圈圈，然后呢，极点呢，我们是画成叉叉。所以这里其实事实上是有3个叉叉，在0的这个位置，我有3个极点。好，我有3个极点，那这3个极点呢，会在这个位置。好，所以0点是让我们的系统，的响应呢是0 h of z 等于0的地方。极点是让我们的系统呢趋近于无穷大的地方啊，事实上是我们不要的地方。好，那系统的0点跟极点呢？好，那它跟我们的这个系统的响应呢，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好，不要忘记哦，我们最开始就是定义我们的 z domain 的时候，我们事实上就是把 frequency response 频率响应呢里面最困难的地方，就是 exponential 的 j omega head， 把它定义成 z。那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如果我有系统的 z 转换，那我把 z 带 exponential j omega head， 我呢就会得到 h 啊，就是频率响应。啊，其实这2个是同一个东西，只是 z 的 domain 呢是让这个 z domain 呢是让我们的运算变比较简单。那既然 z 等于 exponential j omega head， 那事实上真正有可能产生 z 的地方呢，一定就是在这个 unit circle 上面，单位圆上面。什么意思？当你的 z 带 exponential j omega head 的时候，事实上我们要去测试说所有的频率它会放大了几倍，就是频率响应，对不对？你今天频率如果带1/3的时候，就是 omega head 带1/3的时候，那 z 呢就会等于 exponential j 的1/3。如果你的 omega head 带1/3，那你的 z 呢就会是 exponential j 1/3。那这时候它刚好落在0点的地方，也就是说，系统的响应在这个时候是0。如果我的频率呢带0，好，我的频率带0，我的 z 呢，它刚好会等于1，刚好等于1的时候，也是在0点的位置，也就是说，这时候系统的反应是0。以此类推哦，如果我的频率呢带-1/3的时候，我的系统的反应也会是0。那你说我的系统会不会趋近于无穷大？
这样的系统，我的极点在单位元以外啊，不在这个单位元上面呢、啊。也就是说，你不管带任何的频率，你不管你频率带多少，你都不会碰到极点。你不会碰到极点，代表什么？你的系统并不会发散，它并不会趋近无穷大。啊，所以我们可以从用极点跟零点来观察我们的系统的响应。所以有了这个，我们就知道说，事实上我们的系统，好，我们的这个 Z 的 domain 呢，它事实上只会走在这个单位元上面。好，那 Z 呢就等于 exponential 的 j omega hat。那其中呢，你的这个点走到哪里的这个角度呢？好，事实上就是 omega hat。就是 omega hat， 所以我们说哪边是低频？这里是低频啊，对不对？你 omega hat 等于0，就直流，频率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到拍，频率越来越负，越来越负，越来越负，到负拍。我们是不是说过我们的数位频率？我们只关心从负拍到正拍的地方，也就是说，这个圆的这一半边，它就比较属于频率比较低的部分，对不对？你的角度小，那我的频率就小。那这边呢，就是频率比较高的地方，因为频率越趋近于拍，就代表说它的频率是越高。好 ，OK。所以你的 omega hat 呢，事实上就代表的是你的数位的频率的大小。有了这个概念哦，我们刚才这个的这个系统是这样子。h of z 它等于是1减2z 负1加2z 负2减 z 负3。如果我们要画出它的频率响应的时候，事实上它的频率响应我们可以令 z 等于 exponential j omega hat， 它就是得到说，h of exponential j omega hat， 它呢会等于1减2 exponential 负 j omega hat 加上2的 exponential 负 j 2 omega hat 减 exponential 的负 j 3 omega hat。如果你用电脑去做图，啊，你带 omega 带负拍到拍啊，去计算这些值，你可以算出频率响应。可是如果我们今天没有用电脑去做图，我们有没有可能够得知说，频率响应呢大概是多少？好，再看一次我们的极点，零点跟极点。我们的这个系统啊，有3个零点，它分别位于角度为0的地方，也就是数位频率等于0，数位频率等于3/3拍，数位频率等于负3/3拍的位置，各会有3个零点。也就是说，这3个频率啊，它会怎么样？它会让我们的频率响应为0。h of z 等于0，就是频率响应为0。频率响应为0的地方呢，是在这3个频率。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可以预估，好，我把它写出来。好，就是 z 的0点写在这里 ，z。好，它是1，然后呢？好，我有3个零点，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在画频率响应的时候，当然我们可以用原来的方法，好，我们可以把一个一个 omega 带进去算，得出来。但事实上，我们大概可以预估出来，好，我们的这个系统的频率响应，它在频率为0的地方呢，它的响应会为0。频率呢为这个1/3拍的时候呢，它的响应也要为0，也就是说它的放大率是0。好，那这个也是-1/3拍的地方呢，它的响应要是0。所以我们可以预期哦，我们的系统频率响应应该是长得像这样子。好，那我只关心到这个，我只关心到拍的地方，好，负拍的地方。好，如果我们有3个0点在这边，那我们就可以预期说，我们的系统的频率响应有3个放大倍率为0的地方。那我们来看看实际的情形是怎么样。实际的情形，好，它事实上就长得像这样子。好，就是刚才那个系统的这个频率响应，我们系统是1、-2、2、-1的这样的系统。那它呢，在1/3拍，拍是3.14嘛，3.14除以3大概是1。好，-3/3拍到3/3拍到0，这3个频率，哈，这边少标了 omega hat。它在 omega hat 等于0，啊，等于-3/3拍到3/3拍的地方都放大倍率都为0，所以它的频率响应会是这样子。那这个样子是一个怎么样的滤波器？啊，同学可以想想看，是怎么样的滤波器？低频不通过，高频通过，对吗？低频被过滤掉，高频被保留住。所以这是一个 high pass filter。低频不通过，高频通过。如果你今天要设计一个低频不通过、高频通过的系统，你应该要把0点摆在哪里？你今天想要设计一个高通滤波器，也就是高频会通过，然后呢低频不通过，你是不是就是要把你的0点摆在低频？因为0点会把你的讯号过滤掉，0嘛，讯号放大倍率为0，所以你就把低频的过滤掉，高频的没有0点保留起来。反过来，如果你想要滤掉高频的讯号，你就把0点摆在这边，你就会把高频的讯号给过滤掉。好，这个就是0点的这个用处。那最后回到一开始的问题，我们一开始的问题是这样子。好，我们一开始的问题是这样子，我必须设计出一个系统呢，它的能够完全的过滤掉0.7拍、0.8拍、0.9拍。那这样的一个系统呢，必须是 FIR 的系统。那请问你的 BK 要是多少？那要回答这个问题哦，我们现在就大概知道意思了。你今天要过滤掉，好，你今天要过滤掉 reject completely 0.7拍、0.8拍、0.9拍，你要完整的过滤掉这3个频率，是不是说你要在
这3个频率的地方，好，这3个频率的地方给它0.7拍这个频率，0.8拍这个频率，0.9拍这个频率，都给它一个0点，画成 Z domain 的样子，它大概是长得像这样的。我有个圆，好，然后呢，我希望0.9拍、0.8拍、0.7拍这个地方呢都有0点，这个时候呢，我才能够完整的过滤掉这3个频率。所以我的多项式一开始我写出来，我的多项式，好，第一个可能性，我的多项式一定要长成像这样子，就是它有3个0点嘛，所以我一定要是 Z 减掉，好，这个 exponential j 0.7拍，对，这样我有一个根是这个嘛，那我就有一个0点，然后呢，我要有 Z 减掉 exponential j 0.8拍乘上 Z 减掉 exponential j 0.9拍。那你把这个多项式乘开来，你就可以得到一个 Z 的多项式，你可以达成这个条件。这第一个。不过呢，这个东西会有个缺点。如果我们把它这个乘开来，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的这个 Z 多项式啊，不会很漂亮，因为它会有负数的存在。好，我们的 Z 的多项式呢，会有负数的存在。有什么方法可以让 Z 的多项式呢没有负数的存在呢？事实上是有的。如果我们的这个0点，我们在它的对面对称的地方，也就是负0.9拍、负0.8拍、负0.7拍的地方，各给它一个对称的0点。也就是说，我现在把这个第二种可能，就是我把 Hz 变成是 Z 减掉 exponential j 0.7拍乘上 Z， 我有它的对面，好，我有正0.7拍的频率，那我就有负0.7拍的频率。好，那这个两个式子呢乘开来呢 ，Z 的多项式呢，会是一个这个它的数字不会有负数啊。事实上我们可以乘乘看啊，就是这个会变成是 Z 的平方，对不对？然后呢，减掉 exponential 的 j 0.7拍。加上 exponential 负 j 0.7拍的 z， 然后呢加上这个乘这个，啊，这两项相乘是为1嘛？对不对？那这两项相加呢，是不是它会是一个实数？对，因为它们互为共轭复数嘛。所以说它们的实部一样，但虚部刚好互为正负号，这两项的虚部就消除掉，所以我所得到的数字呢都会是实数。所以说，如果你给它对称的0点，你就可以解决负数的问题。你设计一个数位的滤波器，你当然不希望有负数。好，所以我们会把我们的式子呢进化变成是 Z 减 exponential j 0.7拍乘上 Z 减 exponential 负 j 0.7拍，再乘上 Z 减掉 exponential 的 j 0.8拍乘上 Z 减 exponential 的 j 负0.8拍，
再乘上 z 减exponential j 0.9派乘上 z 减exponential 的负 j 0.9派。好，这看起来就已经 perfect 了，对不对？好，我的系统呢，它能够有我的目的是要这3个零点，可是我为了让我们的系数呢是实数，所以我给它的对称的3个零点。你看我们刚才的 case， 对不对？这2个点它们也是互相对称的，所以我的系数是实数，那我就一定会有一个对称的零点。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的系统，我们似乎不太习惯看到正的次方，对不对？我们似乎不太喜欢看到正的次方。正的次方代表什么？正的次方代表说，你的系统会应用到未来的讯号，对不对？如果你是一个这个你是一个 n 减延迟系统，那你就是 z 负1。反过来，如果你是使用未来的讯号，你就变成自己的1次方。那如果我们今天想要我想要组成一个即时系统，那我们不喜欢正的次方，这时候我们要做一个什么动作？我要把它除掉。这里有1、2、3、4、5、6，我有6个 z 的6次方，意思就是说，我其实要把它整个除以 z 的6次方。那我除以 z 的6次方之后呢，我的 z 的次方永远都是负号的，也就是说，我这边怎么样？要有6个基点，我要6个基点，也就是 z 的6次方。这时候做出来的 z 的 polynomial， 它既可以符合第一个，它是抠走即时系统，好，因为我们把 z 的正次方都除掉了，变成负的次方。第二个，我的 z 的系数呢都是实数，因为我搭配了正负对称的零点。第三个，我的零点呢有包含 0.7 派、0.8 派、0.9 派，所以我能够完整的拒绝过滤掉 0.7 派、0.8 派、0.9 派的频率。好，所以这样的一个设计的例子就告诉我们说 ，Z 的多项式呢可以帮助我们设计一个 FIR 的滤波器，好，来达成一些特定的需求。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